眼前这个全身漆黑的恐怖男子，就是曾经轰动全国的湖南野人，紧紧的捆绑，连手啊、脚啊都把他捆绑着，紧紧的。我们看跟人一样的和这个猴子就是说隔远，这个离得比较远。在山里生活的10年间，生吃活物，导致村民养的鸡鸭无一幸免，如今却娶妻生子，与常人无异。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事情发生在湖南省张家界，黄慧萍是个摄影爱好者，再加上独特的先天条件，没事就到张家界拍风景。可这一次却出了意外，在他的镜头里突然闯进了一个怪物。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动物，但是动物的话又带有直立行走的那种姿态，是人的话肯定不会，它带有这个赤身裸体的给人的这种感觉。这可把黄慧萍吓了一跳，那个诡异的身影至少得有1.7米多，该不会是什么野兽吧？赶忙掉头回了家。等将相机里的照片放大一看，他就不淡定了，顿时就惊呼了起来：野人！山里有野人！为了弄清这件事，黄慧萍前往附近的3关4村打探情况。没想到竟看到了惊悚的一幕，村长拎出一堆死鸡，称都是被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给咬死的，甚至还将血给吸了个精干。可以说一个村子的活物都快要被霍霍干净了。令人感到害怕的是，就在几年前，村里有个小孩丢了，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。村里人都猜测孩子肯定也惨遭怪物的毒手了，可所有人都没有见过究竟是什么怪物干的，甚至有胆子大的村民在村里守着，势必要将罪魁祸首给抓住。可一连蹲守了好几天，鸡鸭倒是死了不少，可却连一个怪物的影子都没见着。渐渐的就有传言称山里藏着一个吸血鬼，一到晚上就出来觅食，吓得一个村的人到了晚上都不敢出门，甚至一听到半夜有动静都吓得半死。黄慧萍听完以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村里发生的这些怪事肯定和他拍到的那个身影离不开干系，于是便再次拿着相机义无反顾地冲进林子。在一个悬崖上，他又看见了那个诡异的身影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怪物就跳进了水里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来。就在回去的路上，他在林子里还发现了几个脚印，比平常人的要大上许多，甚至在一旁还有一坨粪便，里面有一些毛发，跟村民家死掉的鸡鸭差不多。众人彻底不淡定了，更加确定凶手就在山上。可要想在山上生存，总得有个栖息的地方吧。村里的老人称，就在黄慧萍看见怪物身影的水潭上面有一个山洞，因为之前听说里面都是蝙蝠，所以一般没有人去。众人决定前去蝙蝠洞查探情况。等进去以后，洞里的一幕却让人毛骨悚然。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动物，但是动物的话又带有直立行走的那种姿态，是人的话肯定不会，它带有这个赤身裸体的给人的这种感觉。湖南山村惊现吸血怪物，村里的鸡鸭活物无一幸免，甚至几年前还丢失过一个孩子。村民在山中搜查，发现神秘脚印和粪便，甚至还找到了怪物的栖身之地。可刚一走进去，就听见一声惨叫，地上到处都是各种动物的骨骼，鸡毛啊，什么的骨头啊，那个里面反正都有。众人一个个吓得后背发凉，最后决定在这里放只活鸡当诱饵。没想到等第2天一看，鸡果然不见了。这下众人彻底不淡定了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他们一定要将这个嗜血恶魔给抓住。经过几天的筹谋，村民终于用网子将这个怪物成功抓住，紧紧的捆绑，连手啊、脚啊都把它捆绑着，紧紧的。我们看跟人一样的和这个猴子就是说隔远，这个离得比较远。然而当人群中一个人看清野人的样子以后，顿时惊呼了起来。尽管已经过去了好多年，可他还是一眼看了出来，这就是他丢失多年的孩子。野人似乎有着某种感应，并没有什么暴躁的行为，甚至看到自己的母亲以后，他还凑到了跟前。等确认以后，野人竟然奇迹般的开口说话了。
原来他小时候意外掉进一个石洞，那里正好与蝙蝠洞相连，在那里他渴了就喝泉水，饿了只能捉一些活物。就这样8年之久，等出来以后，他就迷失在森林里，忘记了回家的路。父母看到孩子变成了这样，那叫一个心疼，还是把他带回了家。看那个他我切瞬间心里已经心疼啊，那就没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我作我来讲是无法就父亲来讲啊，甚至还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张四一。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等回到家以后，村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野人，甚至连家里养的牲畜也都不敢往外放，一个个都关了起来，生怕一个看不见就被野人给糟蹋了。夫妻俩心里也叫一个难受。不过作为父母的他们只能慢慢的引导。他们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野人身上多余的毛发给拔掉，这样看起来至少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。为了不让儿子那么痛，夫妻2人还寻找了一个土办法。可即便这样，野人还是受惊了，开始躲着父母，甚至给他穿的衣服也被撕碎。熟食也不吃了，开始自己在林子里抓野味吃，甚至后来谁家的家禽丢了都是张四一干的，甚至开始驱逐张四一。父母无奈将他送到了野人谷，也就是类似于马戏团一样的，在那里张四一一点点改变，吃熟食，与人交流。后来野人谷决定将张四一送回家，村里人看到野人的变化也十分惊讶，他似乎变得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可一听说夫妻俩要给他说媳妇的时候，却都一个个直摇头。直到2005年，一个女孩被张四一的努力感动了，2人很快结了婚，甚至还有了2个可爱的孩子。现在他更是与野人沾不上一点边。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